Hi guys, it's JR. Welcome back to the channel. 你们知道在亚洲国家当中呢，哪一个国家是最爱看漫威电影的吗？还有在众多的漫威角色当中呢，哪一个小角色却意外受到台湾人的欢迎？我刚刚已经提示你了，是一个小角色。今天影片的最后，通通告诉你。那么今天要来谈谈关于《上汽》这部以华人为主角的电影哦，它打破了众多专家的预测哦，上演了一个票房神迹。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票房纪录？而且在疫情时代，这个票房奇迹能不能够延续下去，还是会跟黑寡妇一样惨遭滑铁卢呢？重点是哦。到今天为止，黑寡妇和上汽都还没有得到中国的官方播放许可，而且年底的漫威大作《永恒族》也很有可能会石沉大海。究竟中国的票房对好莱坞有着什么程度的影响？而且少了中国票房，漫威电影真的活不下去吗？今天通通会分析来给你们听听看哦。但是在我们开始之前呢，先来轻松一下，听听花边新闻吧。话说在应征上汽导演面试时 ，Destin Daniel Cretton 被问到说：“你一直以来的梦想都是拍一部漫威电影吗？”结果 Cretton 很诚实的在漫威总裁 Kevin Feige 面前回答说：“在你们宣布征导演前几个礼拜，我才刚跟我的经纪人说，绝对不要让我去拍漫威电影。”事后他觉得自己很白痴。Cretton 心中的反派第一人选是香港影帝梁朝伟啊，但是他当时跟电影制片说，他绝不会答应的。想不到梁朝伟受到文武这个多重层次的角色感召，点头答应，生平首次踏入了好莱坞。Cretton 说他简直不敢相信他请到了梁朝伟。说真的，我也是为了梁朝伟进电影院去看的哦，演技真的是赞。电影主角是5岁移民加拿大的刘思慕，还有杨紫琼、疯狂亚洲富豪的 Awkwafina、张梦儿、陈法拉。据说片场的气氛非常和乐融融哦。除了导演到演员全体一起赞叹梁朝伟之外，剧组演员和导演常常到了周五晚上就一起吃遍雪梨的美食，玩交换礼物，像是家人一样。其中饰演上汽妹妹的张梦儿还在片场找到真爱，正所谓上戏前单身，杀青后结婚。Awkwafina 还订了场地，大伙一起去迪士尼乐园为他们庆祝。令人惋惜的是，陈家班的议员曾经在玻璃樽跟成龙有对打戏的动作总监 Brad Allen， 在上汽电影上映前不幸过世。May you rest in peace。这一部漫威电影在我进戏院看之前哦，很多人跟我讲说一定会改变你对于这个漫威的印象哦。那确实哦，就连平常不大喜欢漫威电影，却偏偏又看了一堆的我呢，算蛮喜欢这一部的哦，有蛮多的共鸣点。光是一开场就讲了10几分钟的中文哦，就真的让人家觉得，真的有别于以往的那种，好像在美国吃中国菜，什么都要加 dark sauce 的那种好莱坞式的东方文化哦。这一部哦不会给你这种感觉。那以下无雷别担心哦，这一次真的是感觉到，漫威有在用心哦，而且也可以感觉到漫威有刻意要避雷，有刻意要避开敏感的入华议题哦。说真的，看了那一段有一点出戏了哦。哪个部分呢？这个争议点就是原作漫画中的反派角色 Dr. Fu Manchu 傅满洲是一个充满歧视东方文化，在1910年代被创造出来的角色。于是漫威把上汽的父亲改成了 The Mandarin 满大人，这个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哦，什么都要加一个满就是了。在钢铁人电影里面就有出现这个冒牌的满大人。Where's the Mandarin? Where is it? Whoa, he's here. He's here. 电影还进一步改编满大人这个角色，变成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梁朝伟饰演的文武，是不是顺眼多了呢？而且文武虽然是反派，但是他的角色刻画细腻哦，这也是当初梁朝伟点头答应的原因。很多人就说，这可能是漫威一直以来最欠缺的有张力的反派角色。而且不得不说，梁朝伟真的驾驭得很好。刘思慕甚至说，看梁朝伟演戏的眼神是一回事，但是对戏时跟他眼神对视，那又完全是另一个境界。可是尽管漫威已经极尽努力要避开任何可能入华的元素哦，但是这个满大人的新闻在网络上已经是腥风血雨哦，就连梁朝伟要接演这个角色，在网络上也被指指点点哦。再加上许多中国网民认为主角刘思慕的背景或长相都不够华人，再加上刘思慕在2017年接受的一段访谈当中流出了这个片段。When I was young, my parents would tell me these stories about growing up in communist China, where you had people dying of starvation. 所以在中国抵制上汽的声音一直存在。上映前就有许多的专家和 YouTube 频道纷纷预测，在票房上呢，上汽会很泄气。那讲到数字，先给个简单的概念哦，在票房上来讲，一般会分为北美票房，也就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票房数字，以及全球票房，会分这2个部分来看待。那平均上来讲，疫情前漫威的北美票房占了38%，这也是为什么北美票房是一个很
很重要的指标。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首周末票房，也就是上映后的第一个礼拜五晚上到周末结束为止的票房数字。Boxoffice.com 在上汽上映前预测，上汽的北美首周末票房顶多3500到5500万美金。给个比较数字，同样是疫情期间2个月前才上映的《黑寡妇》是8000万美金，而且 Boxoffice.com 还预测上汽将会是漫威系列票房最差的电影，预估北美票房落在1亿到1亿6500万美金之间，而《黑寡妇》至今为止是1亿8300万，所以是彻底看衰上汽哦。那原因不外乎就是疫情。当然他们还有认为就是这个漫威宇宙当中哦，上汽是一个小角色，还有就是遇到了劳动节连假，大家都跑出去玩了。那在历史记录上来看呢，劳动节连假的票房都相当差，结果上汽一上映跌破了众人眼镜哦。首周末北美票房就创下了7500万美金，紧接着又打破了劳动节连假的票房纪录，将近9500万美金。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呢？它是这项纪录保持者2007年 Halloween 的3倍之多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说上汽达成了一个票房奇迹。那这也是为什么刘思慕抛出了这一张照片。对，没错，刘思慕成名前曾经还是 Shutterstock 图库的模特儿。到今年9月14号上映第12天为止，上汽的表现是已经超越了黑寡妇的同期表现。但是我们要了解到，这疫情期间的唯二漫威电影哦，他们有一个共通点，还有一个差异点。差异点是什么呢？黑寡妇是同步上映在戏院和 Disney Plus 上的，而上汽是有45天的戏院独家播放窗口。当初迪士尼的 CEO Bob Chapek 还说这会是一个有趣的实验，而刘思慕就爆气回呛：我们才不是什么实验，你才实验，你全家都实验。好了，后面这2句是我加油添醋的。黑寡妇第2个周末的北美票房就惨跌了67%哦，这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就是个打破漫威纪录的概念，跌破蚁人与黄蜂女的62%纪录。这也是为什么史嘉蕾·乔汉森森77要告迪士尼哦。预知详情可以看我们第一部影片。而上汽的成功某方面印证了这个模式是可行的，实验成功。所以接下来呢，一票的迪士尼电影，包含子公司漫威的永恒族，也会有45天的戏院独家上映期间。我现在真的觉得黑寡妇真的很衰。那么讲完差一点，除了疫情之外，黑寡妇和上汽的共通点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了。在我们跳进去之前呢，稍微休息一下，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影片赞助品牌。我的第一本书 J.R. Lee 正能量英文，没错，就是自己赞助自己的概念。全书中英文对照，适合高中生大学程度。20首西洋歌，外加20篇有趣时事和 J.R. 故事的短文，用的都是很生活化的口语单字片语，并且会反复出现在前后文章里，有助于自然记忆。全书例句文章都有 J.R. 亲自配音。Do you wanna learn English? Well,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, baby? Get your own copy today. 赶快上各大网络书城购买 J.R. Lee 正能量英文。回到本片，那么黑寡妇和上汽的共通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是从2008年钢铁人以来，漫威电影当中唯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中国上映的电影。这是一个非常冲击的因素。中国的票房到底有多大呢？在北美陷入了严重的疫情之后，戏院都关闭了，票房几近0取而代之的就是中国。今年到目前为止的全球票房冠军是哪一部电影呢？玩命关头9，还差一点是中国电影你好，李焕英。我好像听到了好多期待的声音。它缔造了8亿2千万美金的票房，其中大约只有1/1000的票房是来自中国以外的地区，你们就知道内需市场是一个多么强大的东西。好，给个比较基准第2名的《玩命关头9》全球票房7亿1千万，其中还有2亿是中国贡献的，而被串流平台瓜分盗版严重又少了中国票房的《黑寡妇》则停留在3亿7千万，是漫威票房倒数的作品。那么中国又占漫威系列电影的多少百分比呢？根据 Boxoffice.com 的首席分析师指出大约占了10%到20%。我想没有人会无聊到要去验算这个数字。所以我们就下载了 Boxoffice Mojo 历年漫威电影的北美票房数据，又下载了历年全球票房数据，并且用 Excel Index 和 Match 函数交叉比对汇集成同一份资料，然后又逐电影一个一个抄下中国地区的票房数字，还不忘顺便抄下台湾的数据，就成了今天这部电影的 backbone 资料。
那么根据数据呢，平均上来讲，一部漫威电影有14%的销售数字是来自于中国。近几年来的作品几乎都在平均之上，甚至终局之战来到了22%。这就是为什么迪士尼、漫威，甚至整个好莱坞都这么重视中国地区的销售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上期的票房数字呢，可能遇到了一个隐形的天花板哦。中国的审查制度将会是好莱坞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哦。年底的漫威大作《永恒族》是由这个赵婷执导的。那赵婷因为2013年对中国的一些言论导致呢他所拍的《游牧人生》得奖作品，但是在中国彻底消失哦。所以年底的《永恒族》呢，这个干巴爹。那么即便试着要去符合中国的审查制度，但是也有可能像是去年弄巧成拙的花木兰一样，木兰因为疫情的关系在北美直接上架 Disney Plus， 没有戏院播放，特别为了华人打造的电影，但是中国观众似乎不是很买单哦，在中国竟然只有开出4000万美金的票房，这真的非常无敌霹雳尴尬。然后过程中的种种争议，就连迪士尼的 CFO 都公开说，这确实为我们制造了很多问题。所以中国绝对是北美以外最大的市场，但同时它也是一个不确定性因素很高的市场。那么站在一个商业销售的立场来看，如果你今天是迪士尼的 CEO， 你会怎么跟中国这个市场共处呢？还有，你认为接下来上期还能够继续交出亮丽的成绩单吗？赶快分享你的意见在下面，我很想要知道大家的想法。我们也来顺便了解漫威电影有多么强势，能在全球票房上到10亿美金，你就能够进入历史前50大电影；如果上到15亿美金，你就已经能够进入了历史前10大电影。在不做通膨调整的前提之下，目前全球票房的冠军是，你猜到是哪一部电影了吗？是《阿凡达》。24部漫威电影当中，有9部达到10亿以上，其中有3部在15亿以上。票房最高的当然是《终局之战》，将近28亿美金。This is gonna work, Steve. I know it is. Because I don't know what I'm gonna do if it doesn't. 所以漫威跟中国有点像是强势品牌跟强势通路之间的关系哦，是一个蛮有趣的话题。那么回过头来，中国以外哪一个亚洲国家是最热爱漫威的呢？答案是人口5100万的韩国，竟然只有小输给人口6600万的英国一点点哦。全球票房的占比是 4.13%， 是漫威世界的第4大市场。而哪一个漫威小角色是意外受到台湾人的青睐呢？答案就在题目中哦。所谓的小角色就是台湾人特别钟爱蚁人哦。台湾人全球漫威票房的占比大概是 1.21%， 但是蚁人却是上达到 2.14% 哦。大家花在蚁人身上的钱呢，1100万美金的票房啊，竟然跟黑豹和蜘蛛人2部电影差不多，甚至还赢过其中一部 Homecoming。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哦，不知道为什么哦。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意见在下面哦，也顺便让我了解一下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为止。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给我们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，给我们一点支持，我们会非常的感谢的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